你能徒手画一个圆吗？派被算尽会得到多少宇宙的信息呢？有一个网站，大家可以试试手感，你画的越贴近于圆，你得的分数就会越高。而说起圆，就要计算派，派呢是圆周率，是圆的周长与直径的比值。大家也都知道，派它是一个无限循环的无理数，正是因为它不循环，也就证明了它包含了无数种的可能性的组合。比如你的生日、你的银行密码等等，所有你能想到的数字都包含在派里面。如果能把派所有的数字转成一种语言，你也会得到所有的单词。你这一辈子从出生到死做过的任何一个事情，说过的或者是做过的每一件事，宇宙中所有的无限的可能都在这个圆里面，貌似着有着和易经八卦的相同之处。大家听故事之前感兴趣易经玄学，来我主页粉丝群领取一份课程和资料。在4000多年前，古巴比伦利用10扁计算了圆周率约为 3.125， 同时期晚个几百年的古埃及，它计算出的圆周率呢约等于 3.1605。 再后来就是阿基米德了。阿基米德发现在圆里面画一个内正六边形，可以看出派的下限是3，再画一个派的外接六边形，可以看出派的上限是4。后来觉得中间缝隙太大了，一定是不准确的，后来就无限增加这个边的数量，这样得到的数值才能更接近于派。最后直到加到了96边形，得到的数值是派在 3.1408 和 3.1429 之间。但是到了公元200多年的中国的刘辉，他更加厉害，直接用内接多边形的边增加到了1536个边，得到的派呢是 3.1416。 然后就到了派最终的成就者了，也就是200多年后的祖冲之。祖冲之利用刘辉的割圆法继续往后又增加到了12288边形，最终得出的派呢在 3.14-15926 到 3.14-15927 之间。但是我们要说现在我们的科技已经把派算到50万亿位了。那么你们知道计算这么多位有什么用吗？祖冲之在计算派的过程中，同时还出了一本书，叫做《赘述》。只可惜的是呢，到了宋代就失传了，没有人看过。古籍中记载这本书是数学和历法的结合，就是通过数学存在的一定规律，可以对星象宇宙做预测。不仅如此，祖冲之对天文的领域也是十分的精湛的。在33岁时，他还出过一本书，叫做《大明历》，也是通过数理智慧来推测精准的月食。那么留一个问题，当今为什么派计算到50万亿位还没有停止呢？可以在评论区里探讨。感兴趣玄学我们主页粉丝群见。为什么你会莫名的不开心，并且还没有缘由？那可能当下正在消神夺食。什么是消神？它也叫偏印。那么我们还是看10个天干和12个地支，这是由上古皇帝时期所创造的。这22个字不仅包含了宇宙能量，还能预测未来。天干地支我们知道它分5行，木火土金水，5行再分阴阳，一共是10种能量。那么哪个是你的偏印呢？生你的5行，再加上阴阳同你的就为偏印，就为消。比如你的日元是癸水，我们都知道壬水为阳水，癸水为阴水。谁生你呢？金生水，阴阳再相同，所以阴金就是你的偏印。所以日元癸水的人就要注意了，当天干的辛、地支的酉到来之时，你就会不开心。不开心到什么程度呢？具体还要看能量。之前我讲卯酉那节课我说过地支的关系是十分的复杂，所以这里不做一概而论。那么你自己的日元是10天干的哪一个呢？感兴趣传统文化天干地支，来我的主页粉丝群。10个天干把我们分成10种不同日元属性的人，日元的不同，偏印消神就不同。今年是癸卯之年，卯为阴木，木生火，所以阴火的日元属性的人，也就是丁火之人，今年的下半年偏印到来。被合则无妨，没有食神也无妨，就怕消神夺食。轻则不开心，重则抑郁，更严重则有更奇怪的想法。天干地支参考的参数众多，不可一概而论。感兴趣传统文化学习来我粉丝群。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特异功能吗？中国大学校长李思岑，他本来想用科学的方法揭穿这些蒙骗人心的骗局，结果意想不到的是，最后陷入了特异功能的研究当中。他还意外发现了另外一个世界。下面的事呢，我们当个故事听就好，不必当真。对玄学感兴趣来我粉丝群领取资料。我们时间暂且回到1979年，当时四川日报发表了一个耳朵识字的报道，掀起了气功热的热潮。这也让李思岑接触到了特异功能。
当时他是从事着半导体的工作，经过一段时间研究之后，隔空抖药和手指识字的意象让他十分的困惑，而又因为亲眼所见，所以深信不疑。后来在当时还在台湾开设了一个叫特异功能的培训班，招收的都是14岁以下的儿童。比如这段录像，专家们在纸上写的字，这个小女孩都不用看，直接用手就可以识别出来，在旁边呢再写一个一模一样的字。测试了几轮之后都没有失误。后来到了一个专家写了一个字，结果这个小女孩怎么都识别不到，因为这个字是佛。在当时识别这个字的时候，小女孩就说，虽然我看不到它是什么字，但是仿佛却能感觉到另一个世界。而更加离奇的呢，是鬼字和耶稣这两个字，虽然也识别不到，但是却说在识别的过程中居然和另外的世界的人对上了话。后来李思岑写下了一句话，说人类什么时候能接触到外星人，又递给了小女孩。小女孩询问后说，不是已经接触到了吗？紧接着李思岑又写下了一段话，说离现在最近的外星人在哪里呢？而回答却是无处不在。虽然这种现象暂时没有得到科学的证实，所以我们还要理性观看，但是为什么很多大名鼎鼎的科学家到了晚年都开始转向研究神学呢？比如牛顿的晚年因为痴迷于炼金术，还曾经留下过100万字的著作。再比如钱学森的晚年因为执着于人体科学，还曾经多次召开特异功能的研讨会。对于这些问题感兴趣，我们粉丝群见。神秘的道家一直都存在着颠覆认知的高科技。传说远古的中国是道的世界，就是《山海经》中残存的样子。然后黄帝、姜子牙、老庄、杨烈这一尊尊大神从传说走进现实，到后来就形成了一个系统，在乱世的时候道士下山，在盛世的时候道士上山，所以道士这两个字一直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，后人也一直很难摸清道家的真相。好在1971年的时候，一座古墓被挖开了，这里是一个道家的宝库，有着失传的技术，失传的思想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聊聊这个道家的古墓，聊聊道家失传的真相。感兴趣玄学易经来我的主页粉丝群免费领取课程和笔记。时间我们回到50年前，1971年的长沙挖出一座古墓，就是大名鼎鼎的马王堆汉墓，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。在这座古墓中挖出来的东西，每一件都堪称是世界奇迹。有一具千年不腐的女尸，她刚出土的一瞬间还栩栩如生，就像活人一样。现在我们看到的样子是出土氧化后的结果。还有一碗在七河装了2000多年的藕汤，打开的时候藕片还在汤中晃动，但仅仅一张照片的功夫，藕汤就化成了泥水。还有2件素纱单衣，它一件重48克，一件重49克。这2件衣服叠起来可以装进一个火柴盒里。这么多不可思议的东西，都是2000多年前汉朝的道家技术，现在的工艺都是无法复制的。后来挖掘出来的马王堆有3个墓穴，最高最大最奢华的叫做辛追墓，在旁边最小的就是立苍墓。立苍是谁呢？他是帮助刘邦战胜项羽的一位道家宗师，辛追而正是他的妻子。而中间的那位是立苍儿子的墓，立姓，他也是最正宗的道家姓氏之一。但是呢，这些都是不重要的，我们还是要看道家失传的技术。比如这2件2000多年前的素纱单衣，后来让研究院模仿，但是无论怎么模仿，都只能做到260克，和原版的48克、49克叠起来能放进火柴盒里，简直是差得太多了。看来道家2000多年前失传的技术真的是不可小视。好，感兴趣玄学呢，我们粉丝群见。下一集我们聊道家失传的思想。